这次我们联手干票大了，杀几个圣子，抓几个圣女回来。叶凡他们终于深入地层深处，进入了一个浩大的地宫。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宫城，充满了岁月的痕迹，但龙气汹涌，让人感觉神清气爽。叶凡发现神猿的气息也在这个方向，他们可能进入了古圣地的神藏地。大黑狗一马当先冲了进去，屠飞大喊：“别让这死狗独吞了！”他们紧追不舍，但地宫浩瀚无边，他们冲了数十里才接近龙气的源头。然而，他们发现前面是一个巨大的深渊，无尽的龙气和神渊气息正是从这里涌上来的。大黑狗也被镇住了，这样的深渊太恐怖了。叶凡说，这里比真龙涅槃还要恐怖，可能是天下间最强大的地势之一。他推测，下面可能不止一条龙。屠飞觉得脊背发寒，这个地方充满了妖邪的力量。叶凡震惊地说，这里可能是传说中的万龙巢，原天书中都有记载，但没有破解之法。万龙巢可以孕育出龙脉，甚至可能孕育出真龙。屠飞和庞博也觉得不可思议，这种地势太恐怖了。庞博提到，古圣地冥神宫的传承可能来自万龙巢。屠飞说，有传言称他们是从地下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古老传承。这时，他们看到深渊下有一点晶莹闪烁，逐渐上升。原来是一座冰宫，上面刻着冥神宫3个字。冰宫中躺着一位绝代佳人，栩栩如生，像是在沉睡。屠飞说，这可能是冥神宫的女圣主。叶凡和庞博都很吃惊。就在这时，龙气涌动，冰宫开始下沉，引入万龙巢下。叶凡突然想到，他们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入万龙巢。叶凡围绕着深渊走了一圈，开始用元天术推演万龙巢的情况。他累得不行，才绕了一圈。大黑狗心急地问情况，叶凡说只能大概推演，很难完全摸透。庞博问怎么办，叶凡提议先下行一段看看，真正的危险在龙巢里。大黑狗提醒他小心，屠飞也支持下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古圣地冥神宫的传承。他们准备好了玄玉台，以防万一。下行时龙气汹涌，阻力很大，他们只能慢慢下降，越往下越黑，最后伸手不见五指。好在他们的神识很强，还能感知周围。他们发现深渊是被人开辟出来的，壁上有刀斧痕迹，这让他们很震惊。谁敢挖万龙巢？途中他们又遇到了冰宫，里面的女圣主看起来栩栩如生。大黑狗说看到他眼睫毛动了，屠飞骂他别吓人。他们继续下沉，越往下越心惊，深渊似乎没有尽头。叶凡停下来，用元天术继续推演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他们继续下行，一直到了9000多米才感应到深渊底部。他们终于落地，感觉来到了一片古老的战场，有一种古老和苍凉的气息。他们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祭坛，几乎坍塌了。叶凡和庞博看到祭坛后，震惊的不行。这祭坛和他们曾经见过的泰山祭坛几乎一模一样，让他们想起了九龙拉关。他们激动地抚摸祭坛，觉得这是回家的希望。屠飞和大黑狗不明白他们在激动什么。叶凡解释说，这是大地布下的阵纹。大黑狗也激动起来，说这是大地留下的痕迹，如果能破解，这辈子都受用不尽。叶凡问大黑狗能不能修复祭坛，大黑狗摇头说，除非大地复生，不然没办法。他们在祭坛上搜索，但没有找到什么。大黑狗却像得到了宝贝一样，傻笑个不停。他们离开祭坛，继续向万龙巢走去。龙气如江河，9条大龙在盘旋。他们看到9个大洞，龙气从里面冲出。叶凡用元天术推演后，带头走进了龙洞。他们被龙气洗礼，感觉很舒服。大黑狗突然说，这里和无始大帝去过的运龙之地很像。叶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无始大帝竟然来过这里。他们继续前行，来到一个到处都是石洞的地方，像是蜂巢。9个龙洞都通向前方，那里是万龙巢，里面有惊世神渊。但他们不敢靠近，因为里面有太古王族，太强大了。大黑狗说，冥神宫圣地的传承可能是太古王族赋予的。屠飞说，江家的神王可能是为了扫除隐患才灭了冥神宫。叶凡决定，将来一定要再来这里。突然，他们闻到了一股芬芳。大黑狗说，这是太古神药，比神元还珍贵。叶凡用元天术寻找，发现了一株神药，就在万龙巢外。他们都被吸引住了，但知道太危险了。叶凡决定去试试。庞博想和他一起去，但被他拒绝了。叶凡独自前行，用万物母气顶护住身体，慢慢接近万龙巢。他看到里面有一具古棺，沉浮在神元堆中，威压恐怖。他还看到一个巨大的神元块，里面封着一个人形生物，肯定是太古王族。叶凡终于来到万龙巢出口，接近了那株太古神药。它被龙气缭绕，金色璀璨，通体有1尺多高，生有9片叶子，顶端结着一枚金色小龙形状的果实，嘴里还衔着一颗珠子，美丽极了。叶凡准备采摘，但突然他的灵觉一阵悸动，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，仿佛被一头真龙盯上了，全身都快崩裂了。他立刻祭出玄玉台，准备逃生，同时伸手去拔那株太古神药。可这神药的根茎太坚韧了，
根本拔不动。叶凡急了，神药固然珍贵，但命更重要，他不想因为神药丢了性命。突然，万龙巢里传来刺耳的尖叫，凄厉的让人头皮发麻。远处的屠飞和庞博都吓坏了，叶凡更是头皮发麻。一股滔天的杀意席卷而来，如果不是万物母气顶护住他可能当场就被洞穿了。叶凡看到那口古棺还在神元堆里沉浮，封着人形生物的神元块也没破封。他知道这只是万龙巢的一小部分，其他地方可能还有更恐怖的太古生物。叶凡咬牙扑到神药近前，伸手去拔。他发现光凭大手是不行的，神药天生就能吸收神力。突然，神药一阵摇动，接触的金色果实像是活了一样，挣扎着要挣脱下来。叶凡眼睛都直了，这果实像小龙一样栩栩如生，还衔着一颗龙珠，散发着醉人的芬芳，让人几乎迷失。叶凡快速闪开，用手指画出一道弧线，将龙珠定在半空中，然后取出一个白玉小鼎，把龙珠收了进去。他长出一口气，神药必须封在无瑕的玉器里，不然会化掉。可就在这时，凄厉的叫声逼近了，叶凡急忙伸手去摘神药，可神药却化成一道金光遁入地下。叶凡指尖擦中了那条小龙一样的果实，他咳出9滴金色液体，然后彻底消失了。叶凡赶紧把这9滴液体收进一个小玉瓶里。与此同时，叶凡一掌震裂地表，发现地下有一块巨大的神元。他来不及多想，收起神元，记起玄玉台，开始横渡虚空。留在原地的玄玉台瞬间被击碎，叶凡在数里外坠落出来。如果不是躲在鼎里，他肯定粉身碎骨。庞博、屠飞和大黑狗都在远处大叫，让他快跑。叶凡脚踩步伐冲上玄玉台，飞黄技出源，勾动道纹。在虚空之门打开的刹那，叶凡回头看到一个太古生物电射而来，他像一尊神祗，紫色长发，金色神翅，下身是蛇躯，快得惊人。叶凡用鼎将几人收进来，虚空闭合，他们消失在原地。那个太古生物瞬间逼近，一声大吼，吐出一口精气，将玄玉台击碎。深渊上方，万物母气鼎坠落出来，几人狼狈不堪，但没有受伤。他们又看到那座冰宫，里面的绝代丽人似乎又动了一下。大黑狗吓得倒退几步，屠飞赶紧祭出玄玉台，催促他行动。一声大吼，万米深渊震动，那个太古生物快冲上来了。几人再次横渡虚空，这次来到地宫出口，但古圣地的镇文峰筑了前路。他们冲上地表，来到大雪山中，毫不犹豫地再次横渡虚空。这次他们横渡了4000里，才停下来。庞博坐在雪地上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太古王族太恐怖了。”大黑狗摇头说：“这肯定不是太古的王，真正的王出世，威势不可想象。”屠飞数落大黑狗，说他撺掇叶凡去摘神药，太缺德了。大黑狗辩解说：“万龙巢那么大，值得一搏，而且叶凡也成功了。叶凡虽然没摘到神药，但也收获颇丰。他取出白玉小鼎和玉瓶，还有那块神元，芬芳和神芒四溢。”庞博、屠飞和大黑狗都看呆了。屠飞警告大黑狗别打坏主意，说这些是给叶凡打破诅咒用的。他们轮流观看，啧啧称奇。大黑狗流口水说：“太古神药举世难觅，每一株都代表一条盖世高手的命。”叶凡心中一动，如果能养一株神药，那好处无穷无尽。可惜几乎不可能实现。突然，庞博看到天际有10几名女子飞来，屠飞顿时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子府的圣女来了。”大黑狗狼嚎说：“今天一定要猎到子府的圣女，收个圣子或圣女当人宠。”10几名紫衣女子被神元吸引而来。叶凡从万龙巢中收来的神元足有脸盘大小，悬在半空中，将冰原映照得一片耀眼，连太阳都黯然失色。屠飞风骚地迎上去，大黑狗从雪堆中窜出，庞博如魔神般显化出身影，叶凡则背负打神鞭，飘逸出尘的踏雪而来。4人将女子们围在中间，叶凡收起神元。女子们认出了叶凡，知道他实力强大，顿时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屠飞调戏他们，庞博询问子府圣女的下落，叶凡则挑衅地表示自己送上门来，让他们收服。女子们试图突围，但被数百根黑色大气包围，无法逃脱。叶凡亮出龙纹黑金圣灵剑，宣布自己已突破道宫5重天，让众人震惊。屠飞和大黑狗也表现出对女子们的兴趣，但叶凡表示要留下他们挖矿。叶凡轻松击败了几名女子，展现出强大的实力。其他女子见状，纷纷施展最强神术攻击，但被叶凡一剑横扫，全部重创。叶凡将他们交给黑皇处理，自己则和屠飞、庞博讨论起未来的计划，包括攻下万龙巢和组建挖矿大队。女子们被封印，成为女矿工。屠飞感叹：“真是暴殄天物。”几天后，叶凡等人在冰原上布置好陷阱，等待瑶光圣地的候补圣子李锐。李锐虽然强大，但屡屡受挫，这次又被叶凡等人围住。庞博施展妖帝9斩，轻松击败了李锐，将其封印，准备让他加入挖矿大队。叶凡等人继续等待子府的圣女紫霞。紫霞仙子出现后，展现出强大的实力，她与天地合一，仿佛融入了大道之中。她祭出子府的重器山河图，
画卷中展现出壮丽的山河景象，与他交相辉映，让叶凡等人感到压力。子府圣女紫霞被叶凡、庞博、屠飞和大黑狗围困，她如同一株紫色的雪莲，宁静而冰洁，面对强敌毫无慌乱，镇静自若。屠飞率先动手，打出龙爪印，一条黑色大龙冲向紫霞。然而紫霞只是轻轻一甩发丝，3000青丝如瀑布般洒下，扰乱了时间的更迭，黑色大龙瞬间分解。他随后扬起素手，画卷铺展，一个真实的世界浮现，仿佛要熔炼整个天地。屠飞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牵引，差点被吸入画卷，幸亏他及时用吞天魔冠震退，才摆脱了危险。叶凡、庞博和大黑狗都倒吸一口冷气，屠飞险些吃了大亏。子府圣女紫霞表现得极为平淡，无喜无忧，仿佛超然物外，面对强敌依然从容不迫。庞博随后上前，周身黑雾汹涌，每一步都让冰原震动。他打出妖族绝学，先是化龙，随后又化鹏，与紫霞展开激战。紫霞依然平静，纤细的玉指轻轻一拂，就能化解庞博的攻击。他的攻击看似云淡风轻，却蕴含着大道的气息，极为恐怖。庞博没有动用妖帝九斩，因为他担心紫霞的山河图。他与紫霞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，一个以力破道，一个以柔克刚，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运碰撞，战斗激烈无比。庞博如熔炼天地的大火炉，阳刚至极；紫霞则仙姿出尘，与天地合一，越发朦胧不可捉摸。两人争锋激烈，难以分出胜负。屠飞感叹子府圣女的天赋异禀，她天生与道亲近，曾击败过子府圣子。大黑狗也表示，这种修炼奇才越到后期越恐怖，达到一定境界后，身与道合，几乎无人能敌。庞博则在与子府圣女的激战中展现出强大的力量，双手捏印，驱动真龙、神皇、鲲鹏，仿佛上古妖帝再生。屠飞和大黑狗突然发动攻击，试图破坏子府圣女的道境。屠飞祭出吞天魔冠，试图将她收服，但子府圣女的画卷中冲出太古魔山，与魔冠相撞。大黑狗趁机逼近，顶着金色大钟，从背后发起攻击。叶凡也加入战斗，挥动金刚镯和金色拳头，与子府圣女的大道之力正面碰撞。庞博终于施展妖帝九斩之灭形，银芒洞穿天地，直指子府圣女。子府圣女眉心的倒印射出紫芒，与妖帝九斩相抗。叶凡趁机冲上前，试图趁乱擒拿子府圣女。叶凡冲上前，金色的拳头带起狂风，割裂大地，威力巨大，整片冰原都在颤抖。他的拳头如同古星陨落，照亮了冰原。子府圣女第一次露出惊讶，她没想到叶凡能靠自己达到道功五重天的境界。他展开山河图，将自己护在其中，与大天地合一。叶凡的金色拳头虽然强大，但无法攻破山河图。庞博施展妖帝九斩之灭形，银芒射入画卷，但子府圣女依然从容应对。庞博的妖帝九斩锋芒毕露，但子府圣女凭借先天道胎的体质依然占据上风。大黑狗突然意识到子府圣女是先天道胎，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体质，几乎与天地合一。叶凡、庞博和屠飞都震惊不已，意识到子府圣女的实力远超他们的预期。屠飞和大黑狗甚至开玩笑说要活捉她当老婆或收她为徒。庞博再次出手，施展妖帝九斩之剥夺，试图将子府圣女从山河图中剥夺出来。子府圣女压力倍增，不得不全力抗衡。屠飞祭出吞天冠，大黑狗摇动金色大钟，叶凡也打出金刚镯，三人合力压制山河图。子府圣女虽然强大，但在4人的联手攻击下，逐渐感到吃力。他意识到自己被封在了冰原上，难以突围。庞博的妖帝九斩之神伤宫杀神石，干扰了他与天地合一的道境。屠飞和大黑狗的重器也让他疲于应付，山河图的威力被大大削弱。叶凡挥动金色拳头和打神鞭，与子府圣女展开近身搏杀。子府圣女凭借先天道胎的体质，借助大道之力与叶凡抗衡。叶凡的金色拳头威力惊人，但子府圣女依然凭借道之印记镇压了他。叶凡的拳头几乎击中子府圣女，但最终还是差了一点。子府圣女的真容被叶凡看到，那是一张美丽到令人窒息的容颜。子府圣女化成一道紫霞，冲破包围圈，试图逃离。大黑狗和屠飞都意识到她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女大帝，因此极力阻止她逃脱。庞博和叶凡紧追不舍，但子府圣女利用山河图的空间法则，强行穿越虚空，消失在空中。叶凡、庞博、屠飞和大黑狗迅速判断出她的方位，继续追赶。子府圣女虽然受伤，但依然凭借山河图的力量试图逃脱。然而，叶凡和庞博的速度极快，很快追上了他。叶凡的金刚镯和庞博的神莲再次攻击山河图，屠飞和大黑狗也用吞天冠和金色大钟镇压。子府圣女最终躲入山河图中，试图避过这一劫。叶凡用打神鞭挑起山河图，发现他躲入了画中。屠飞提到，子府老圣主曾躲入山河图逃脱追杀，
这让众人意识到子府圣女可能也会利用神荼的力量脱困。尽管如此，庞博表示他们已经拿下了他，不会给他脱困的机会。屠飞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，认为他们活捉了未来可能成为女大帝的子府圣女。大黑狗甚至开玩笑说，叶凡和子府圣女可以生出一个先天圣体道胎，他愿意收这个孩子为徒，教他无始经。叶凡、庞博和屠飞都盯着大黑狗，惊讶于他居然有无始经。大黑狗有些发毛，但还是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能弄到无始经，只要生出先天圣体道胎送进紫山就行。叶凡知道大黑狗是从紫山出来的，所以对他的话半信半疑。他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打开山河图，但都无法成功。于是他们决定先锋印山河图。叶凡用金刚镯合道经中的9个古字将其镇压。屠飞感叹，他们已经镇压了太多大有来头的人物，如果组成挖矿大队，那阵容绝对豪华。他们清点了一下被阵封的人物，发现包括瑶光圣子、金翅小鹏王、瑶溪等天骄人物，还有江逸晨、李锐等身份不凡的人物。现在他们又镇压了子府圣女，一个先天道胎。屠飞感慨，东荒迎来了一个极度蓬勃的时期，年轻一代英才太多，但这也是一种悲剧，因为未来只能出一位大帝。大黑狗提到，10几万年前曾有过一个诸王并起的时代，各种古老的王体和天纵奇才都出世了，但最终只有无始大帝脱颖而出。几人感叹，当时也差不多，中州、西漠、南岭肯定也有惊世奇才，说不定又是一个无始时代。随后他们离开冰原，寻找机会对落单的圣子与圣女下手，但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是集体行动，很难找到机会。他们还出没于深山古矿间，寻找龙脉和神元，因为叶凡急需大量元来打破诅咒，冲进4级秘境。然而他们走了很多地方，只发现了一处矿区，采集到的元价值不过4000斤纯净元。屠飞建议叶凡去神城，那里有现成的石料，说不定能切出大量元。叶凡同意了，让大黑狗刻出绝顶的玄玉台，以备不测之用。庞博表示愿意陪叶凡进神城，用妖族的力量确保安全。大黑狗也想去，但屠飞调侃他去了全城都要打狗。最终叶凡和庞博踏上了通往神城的道路。在接近神城时，叶凡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小精灵在跟踪他，正是他之前从奇石中切出来的神蚕。叶凡和庞博都觉得很有趣，但也意识到如果切出金氏奇珍，还要防备这个小家伙。临近神城，他们发现这里四季如春，与外面的严寒形成鲜明对比。进入神城后，他们分别得到了惊人的消息：东荒诸圣地与中州诸子百教将要攻打紫山，最迟不超过10日，最快可能就在2日内。这场攻击将动用至少4件极道武器，震惊天下的大事件即将发生。